您好，这儿是静姐说话。今天我们来说泡盆。这儿说的泡盆是指用水把蝴蝶兰的根泡在水里，当然包括它的盆和植料。如果没有植料，就只是泡它的根。用来泡盆的水可以是清水，也可以是加了肥料的肥水，或者是加了药的药水。使用这些不同的水，自然有不同的目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关于泡盆的禁忌，或者说规则、范围等。首先，泡盆用的主要是水，不管里面加了什么东西，水还是占主要的。所以只要是泡盆，就一定相当于是浇水了。所以也必然需要遵守浇水的原则，见干见湿，按需供给。当然了，一定会有但是，我们做事儿不用那么轴嘛。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变通，这个放到后面讲到那儿的时候再讲。接下来我们先讲什么情况下不要泡盆。讲之前我先来说个事儿吧。紫色的这个紫湿布吧，到现在我还没有闻到香味儿，但流失梅果我已经很确定的闻到香味儿了，而且那个香味儿还很好闻，甜丝丝的。好，言归正传，我们接着来说不泡盆。第一个不泡盆，花期不泡肥水，除非并不在乎花提前谢掉，甚至已经希望它赶快谢掉。但花期可以泡清水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泡药水。第二个不泡盆，环境温度在室温范围以外不泡盆。这个室温范围通常就是18到28度，但如果是没有植料的水培或者是水器，这个温度范围可以扩大，也包括板植吧。也就是说，植料盆栽的最好遵守这个温度范围。之所以有这个区别，主要是植料盆栽的相对来说不太透气，再加上有植料可以吸到比较多的水，泡过水之后再次变干需要比较长的时间，所以通常温度不合适的时候，有植料盆栽的尽量不泡盆。如果是没有植料的，比如说水培板植，16、7度还可以泡盆，高的话32度以下吧，还可以泡盆。确切的说是还可以泡根。不过呢，温度超出了室温范围，泡的时间最好不要太长。根泡在水里的时候，相对来说不如在空气中更透气。所以如果是温度过于高，从高的那一侧超出了温度范围，最好是可以浇水啊、喷水啊这样的。一方面补水，一方面还可以帮着降温。在温度超高的时候，浇水的方式换成冲淋式的比泡盆要好，可以是大水冲淋，哗哗的连同叶子和根一起冲。如果是温度过于低，也就是从低温那段超了范围，浇水的方式也是改成冲淋式的比较好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最好是用比较少的水，或者说小水少少的冲一冲就好了。叶子最好不要碰水，只是根部少少的浇一点就行了。这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，一方面是浇水帮着降温，温度已经低了，不需要降温了。另外呢，温度低的时候用水用的也特别少，所以低温段不泡盆，给水的方式变成少少的浇一点进去就行了。第3个不泡盆是植料过于密集，就那种干得很慢的植料，最好不泡盆。不过这种情况不是绝对不能泡，比方说要泡点药水可以，给肥也可以。如果只是要给水，最好就用冲淋式的。这种情况给肥用冲淋式的其实也更好一些。比如说在兰园，给水、给肥、给药都是直接往上浇、往上喷，而且还可以把吸水性很好的水台塞得多多的、满满的、挤挤的。当然了，在兰园通常用的盆都非常小，我们自己在家里用的盆要比他们用的盆大一些，所以我们这些盆里的植料会更疏松一些。这第4个不泡盆呢，是如果环境的湿度很大，也没什么风，
也就意味着泡完盆之后久久不能干。这种情况下最好就不要泡盆。如果这种高的湿度环境是长期持续性的，就是说这周围的环境就这样，比如说热带雨林常年湿度都比较高，在这样的环境下给水的方式最好就是浇水冲淋式的，不用泡盆。使用冲淋式的方式浇水的好处主要从2个方面考虑。一方面是冲淋式的浇水留在盆里的水相对会少一些，这主要是指治疗盆栽的。留在盆里的水少，那相对来说干的速度能稍微快一点，因为环境湿度不是比较大嘛，所以需要它干的稍微快一点。如果是板质或者是水培的，跟裸露的这种呢，泡泡倒也无所谓。第二个是冲淋这种方式可以把盆里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冲出来，当然这主要也说的是治疗盆栽的。当环境湿度比较大的时候，细菌是比较容易滋生的，当然也就包括盆里，所以经常性的冲盆是很有必要的。如果高湿的环境是临时性的，比方说正赶上下雨，湿度比较大，只是在下雨的这段时间内暂时不泡盆，等到雨停了，湿度没那么大的时候还是可以泡盆的。说到这儿了，我们来回过头总结一下，泡不泡盆主要考虑其实就2点，一是温度，温度合适可以泡，温度不合适不泡。另外一个呢是变干的速度，如果变干的速度特别慢不泡，而如果变干的速度特别快，泡盆是非常好的给水方式。那这个变干的速度怎么来计算呢？或者说怎么来观察呢？大致上可以这么看，如果泡完盆之后1个星期，看盆里的根，就觉得有点干爽，但是没有干透，还有一点发绿，但是不是那种水水的，2个星期基本上干透了，质料也干了，根也已经都灰白了，可以浇水了。如果是这个节奏，以泡盆的方式给水给肥就挺合适。如果比这个节奏还快，比方说泡完盆2天干透了，那肯定更要泡盆了，说明环境温度特别干，质料的吸水能力可能也不太够，又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导致干得太快。我就遇到过，刚泡完盆，第2天风特别大，温度还挺高，结果1天就干透了。如果变干的速度特别慢，比方说3个星期4个星期还没干透，这种情况就最好不要泡盆。当然我说的这个时间呢，仅是做一个参考，因为还有其他一些因素，每个地方的环境可能也不太一样，所以大致做个参考吧。最后再来说一下泡药水。泡药水比较特别，主要不是为了给水，肯定是根里出了什么问题才要泡药水，所以需要泡药水的时候呢，就马上泡，不需要等着根干了以后。比方说发现问题了，这会儿根还是湿的，它还没干呢，我们给水不是要见干见湿吗？不用等它干了，可以马上处理。所以泡药水是特例，有需要就马上泡。好，关于蝴蝶兰泡盆这个话题就讲到这儿了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